兩男一女只是在僻靜的籃球場隨口講了個成人笑話，結果下一秒就被不知道從哪裡飛來的子彈無情的擊殺。男人手裡的籃球瞬間不香了，突如其來的變故根本沒有給他們任何反應的時間。可是凶手得逞後並沒有第一時間逃走，而是不慌不忙地仔細確認目標死亡後，這才放心地離開了作案現場。那究竟是什麼喪心病狂的人，會朝3個普普通通的大學生下如此毒手呢？隨後警方從受害者家屬的口中得知，3個人都是品學兼優的好孩子，從沒有得罪過任何人，但案發區域卻是一個毒品交易的高發地點。通常這種地方就別指望有監控了，而且現場更沒有發現目擊者，調查一時間陷入了難題，看來只能向当地的毒贩子打听消息了呀。可這小子一看是警察找上門了，火急火燎的拿着毒品就向廁所衝刺，一套動作簡直是行雲流水啊！這下好了，警探雷哥本來只是想簡單的問他幾個問題，既然你小子不肯老老實實配合，那就順便指控你個涉嫌私藏毒品罪吧，這樣等會兒審訊時也方便溝通了。果然，這小子的確認識遇害的3名死者，而且其中一個小伙子是青少年犯罪團伙成員，好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孩子呀！看來仅僅只是在父母的眼中哦。可即使知道受害者是帮派成員，但人家又沒有犯罪記錄，所以查來查去還是找不到任何動機。雷哥腦袋轟的一下快要炸開了。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，這種小幫派團伙通常都會在公園裡舉辦燭光追悼會，也許會有線索也說不定呢。到了晚上，雷哥和搭檔借着挨悼的機會仔細觀察了現場，果然發現了一張十分可疑的紙條，上面寫着我很抱歉請原諒我。看來知情者找到了呀，接下來只需要通過監控錄像查出這個人是誰，那麼也許離真相就不遠了。視頻中的女孩雷哥有些印象，她也是那個小幫派團伙的成員，將人帶回來一問才知道，真相竟然如此的荒唐至極。原來她和男朋友案發時就在籃球場，2個人嗑完药都嗨大了，她就開玩笑問男朋友敢不敢去教訓籃球場上的3個書呆子，結果男人突然暴怒持槍幹掉了那3名大學生，還大罵他們是活該，這他媽簡直就是個禽獸啊！雷哥幹警察這麼多年，用這種荒唐理由殺人的還是頭一次聽說。很快凶手就被抓回了警局，沒想到這小子出奇的配合，讓他坐下他就敢坐下，你他媽難道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事兒嗎？你是有精神病還是怎麼着？那3個學生招你惹你了你就朝人家開槍。男人本來還想狡辯一會兒，可直到他聽說女朋友已經招供了，再加上今天沒有嗑藥壯膽，好家伙瞬間就慫了，這才道出了真相。原來當时女朋友慫恿他去教訓那3個學生，他只是想拿槍嚇唬嚇唬。可是還記得開頭說到那3個學生在籃球場講成人笑話的事情嗎？當時剛好被這小子給聽到了，他以為是在嘲笑自己的那方面不行，本來就嗨大了，再加上受到這種侮辱，所以一時衝動就來了個 triple kill 3殺。可他哪裡知道，那本來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小笑話，人家只是在笑那個笑話而已啊。果然這樣看來，美國人少還真是有原因的呀。關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講。